来看一下今天作业。你这个胸腔的形状画的还可以，就是它和人体的关联性大不大？上面的这个部分还不错，但是下边的这个部分的形状稍微有点问题。从照片上来看，这个胸腔的形状应该再往外扩一点，因为呢，它体表的轮廓是这样子的，在这里是微微向外鼓的，从这里呢往里面收，然后下来到这个外斜肌，要看它收进去的位置在哪里，然后哪一段是撑起来的形，撑起来的这一块一定是胸廓，也就是胸腔撑起来的形状，那这里就能够判断出来了。那根据它的方向，就能够判断出来胸腔另一侧的下端点的位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上面这块画的还不错，然后结构呢也还好。注意手臂的宽度，手臂稍微的细了一些，比例上来讲。注意一下这些比例就好了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它的胸腔上面这里呢也可以，这里的下端的形状在体表呢看不到太多，然后根据这个胸骨的长度来判断胸腔下边的长度。这个胸腔下边的这个位置还好，就是说它这个形状如何去画出来。这个角度呢，能看到这个胸腔下端的开口有多大，这一侧有多大，这个比较难。只要是这个形状合理就可以。你像你在照片上画的这个的话呢，胸腔的下边呢就往里面收了，胸腔往里边收了的话，它就看着没那么准确，抠进来了，要给它扩开的一种感觉。或者胸腔的大小找好了之后呢，画一条中线，这个中线按照这个卵圆形一直把卵圆形从上到下一分为二，找到这个胸骨的下端，也就是剑突的这个位置，在这个蛋的表面绕过去，绕过去，然后后边绕过来，这样的一个形状也是可以的。这个手臂的横断面注意一下，它是交代这个手臂朝向最关键的部分。它下面这个胸腔的形状也是跟上面一样，它最鼓的地方呢，大概偏下一点的位置，第8类的地方。但是过了最鼓的这个地方呢，也不要往里面收太多。然后胸大肌的形状在这里呢，往外鼓是对的，鼓完之后它还会往里面收一块。这个轮廓的形要注意，整个胸大肌的形状没这么长。腋下大概在这里，胸大肌的外侧的边缘在这儿，画平了稍微有一点。肩三角肌下面这里画窄了，还是要注意形状。然后手臂的一个朝向。腰这个位置画的有点细，这改过之后好很多了，这个不错。形上面有什么问题？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下面这一块建议你呢可以不用去画，因为在照片里面看不到。如果凭感觉去猜的话，看不到的地方很容易猜错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手臂的宽度，这模特是个女性，她的手臂没有那么粗，然后她这个位置应该再低一点点。
它身体轮廓这边应该再往里面倾斜一些，你这中线稍微有点歪。在这个模特中呢，它的中线是垂直的，这个比例的话差不多，稍微的粗一点这个手臂。下面的这个也还好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把这个形状画的再规则一点。这个低头的感觉好像稍微的有点不够，昨天这里是画小了，今天改过之后稍微大了一点点，但是影响不大。这里不用调也可以，头稍微的大了一点点，头整体稍微大了一点点。来看一下这一张，先看一下第一个，胸腔下端的形状。胸腔下端形状呢，稍微有点太过于圆了，这个要有它从前往侧面转的这个趋势。还有一个呢，要根据外轮廓，它这个比较容易观察啊，它胸腔的形状和外轮廓的形状之间的关联。外轮廓鼓拽这个地方一定是胸腔造成的。然后胸腔呢有前面的造型，有开始往后转的这个造型，这里呢找一个拐点。这样的话胸腔就看起来就会好很多。一定要注意外轮廓，通过外轮廓的这个形状去判，一定要注意通过外轮廓的这个形去推测胸腔的形，尤其是这种由胸腔顶起来的外形，这一点很关键。然后还有就是肌肉的大小，这个胸大肌啊、肩三角肌明显小了。如果这个胸腔这么大的话，胸大肌的下边缘应该在这里，外边应该在这儿。然后肩三角肌的大小，手臂的宽度，这个颈部注意它的动态，颈部横断面在这儿，然后呢这边肩高，这边拉扯，这边肩低。注意这个动态产生的两侧的结构之间的变化。第二个的话，胸腔的下边也是跟上一个相同的问题，这一段的方向啊要符合两侧肩的方向。因为这一段是朝前的，这一段呢是开始往后转的，这里是胸腔的下端点，这里是侧面的轮廓，这里是这一段，这里是这一段。这样去来概括胸腔下边的形状，看起来就会更舒服、更自然一些。然后注意这个两块之间的大小比例，它明显是胸大肌看起来会更大一点。胸大肌的外轮廓，然后肩三角肌，这角度看上去比较细长，比例上的问题。然后它的胸大肌上面的这些线啊，不是直的，它是有起伏变化的，在这里略鼓一点，在这个位置凹一下，然后再鼓起来。尤其是快到腋下这个部分，它们的每一根线叠压着的这种关系要画清楚。这个圆柱的朝向，它抬起来的比较高，
比前面这个横断面没有这么小。另外呢，也看不到肩三角肌这个结束点，它是绕到了手臂的后边去。下面这个胸腔也是相同的问题，可以根据前两个我修改的自行修改一下。然后这个肌肉的形状要观察好，这个手臂的朝向也要观察明白。在这个空白的地方画下，这是手臂的朝向，这是胸大肌遮挡住手臂的根部，这里是肩三角肌绕到手臂的后面，这几块之间的关系。这里是胸大肌被拉扯的部分。这个肌肉的形状要观察好。肩三角肌这里少了一块朝上的面。